北京突然发了个大招，宣布从2025年1月1号开始，要对935个商品降低进口关税。说实话，这消息来得有点突然，我琢磨着是不是上面的人也知道，再这么耍赖下去不行了。大家还记得不？当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，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证要降低关税。结果呢？这些年来就跟耍无赖似的，该降的不降，该开放的不开放。现在突然宣布要降935个商品的关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先来看看具体降什么关税。官方说，这次主要降3类商品，一是支持科技创新的，比如什么环烯烃聚合物、乙烯醇共聚物这些听都没听过的化工产品；二是保障民生的，比如 CAR-T 肿瘤疗法用的病毒载体；三是推进低碳发展的，比如乙烷、再生铜铝原料。但是啊，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同时还偷偷摸摸地提高了一些商品的关税，比如糖浆、含糖玉混粉、氯乙烯、电池隔膜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明降暗升吗？一边喊着开放，一边又加强管制，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把戏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北京突然要这么做呢？我给大家算个账。现在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越来越狠，光是美国这边，特朗普2025年重新上台，估计第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加收关税。欧盟那边也不太平，现在正在搞什么反补贴调查。你说中国是不是得先是个弱，表现出一点诚意来？再说了，现在中国经济确实不太好，房地产烂了，股市跌了，地方债务高企，老百姓也不敢花钱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台阶下，赶紧下呗，至少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。你看，我们还是很讲信用的嘛。但是大家别被这些表面文章给骗了。我们再仔细想想，降的这些关税里面，有多少是真正能惠及老百姓的？ CAR-T 疗法这玩意一针就要几百万，普通人用得起吗？再生铜铝原料，这不就是为了让国内企业能用更便宜的原料，继续搞出口倾销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次关税调整方案还专门强调了一句话，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况变化来调整关税。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我想降就降，想涨就涨，全凭心情。所以说啊，这次北京的关税调整，与其说是主动开放，不如说是被逼无奈。就像是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人，看到债主们都举着棒子来讨债了，赶紧先还一点，好歹表示自己还有还债的意愿。但是大家要记住一点，这种小恩小惠式的开放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。现在国内经济这么差，不是降几个关税就能解决的。这就像是给快要渴死的人喝一口水，解一时之渴，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说到经济问题，最近还有一个更让人担心的信号，人民币汇率。大家还记得2024年初，官方天天吹嘘人民币基本稳定的时候吗？结果呢？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，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跌到了 7.2988， 算算账，全年下跌了2068个基点，跌幅 2.9%。这已经是人民币连续第3年贬值了。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给大家捋一捋2024年人民币的悲惨历程。上半年的时候，美元走强，中美利差越拉越大，人民币就像是被人按在地上摩擦一样，一直在跌，跌了整整 2.45%。好不容易到了7月下旬，美元稍微走弱了一点，人民币赶紧抓住机会反弹，在9月份的时候，甚至一度在离岸市场冲破了7的关口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，进入4季度后，美元指数又开始发威了。这下可好，人民币就跟坐过山车似的，一路往下滑，差点就碰到 7.3 的关口了。你们说，
这像是一个稳定的货币该有的表现吗？现在更有意思的是，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司在年底的时候喊出了一句防范汇率超调风险。说句实在话，他们从2023年6月就开始喊这个口号了，喊了1年半了，结果呢？人民币不照样跌吗？要我说啊，这就跟看病一样，你说你要防范，但病因在哪儿？你找到了吗？我给大家列几个数据。第一，中国经济复苏情况差得很。你看看最近的消费数据，老百姓都不敢花钱了，谁还敢持有人民币？第二，外资撤离速度惊人。根据统计，2024年境外机构和个人减持中国债券的规模创下新高。人家用脚投票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第三，中国央行一直在放水，但是你放的水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实体经济也没见好转，反而让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更糟糕的是，展望2025年，情况可能会更差。华西证券的研究报告都说了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。如果特朗普上台后真的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，你猜人民币还能扛得住吗？现在网上都在传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8不是梦。我觉得吧，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有位网友说得好，加上美元利差，人民币2024年实际贬值已经达到8%了。其实啊，人民币的价值是锚定在美元储备上的。这就像是一个人的信用卡额度，你的存款越少，透支的风险就越大。现在中国的美元储备在持续下降，这就意味着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说到底，人民币贬值就是一头灰犀牛，你看得见它，但就是躲不开。当权者现在拿出来的那些所谓维稳措施，说白了就是在用纸糊的盾牌去挡针犀牛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有意思的是，中国的官员们最近特别爱说一句话，汇率是双向波动的。我就想问问他们，既然是双向波动，那为什么这几年都是单向下跌呢？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。毕竟在这个经济下行、外资出逃、内需疲软的大环境下，人民币想要止跌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而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就在这几天，又一个重磅消息在网上炸开了锅。2024年1年，中国就有199家中小银行消失了。你们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吓人吗？它比2021年到2023年3年消失的银行总数还要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一起来扒一扒。我先给大家列个明细账。这199家消失的银行里面，村镇银行最惨，一下子没了100家，农商行紧随其后，干掉了56家，信用社也有36家完蛋了，农村资金互助社6家完，还有一家城商行也挂了。说白了，农村金融机构是这次重灾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银行的死法也不一样，89家是被批准解散的，102家是被合并的，还有8家是直接工商注销。看着这些数字，我就想问一句，大家的存款安全吗？要知道，中国央行自己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里可是明明白白写着，到2023年底，在3936家银行机构里面，有357家被标记为红区银行。这个红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些银行风险特别高，而且这些高风险银行主要就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。从地区分布来看，情况更是触目惊心。辽宁一个省就注销了41家银行，河北36家，新疆25家，海南20家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这就像是一个地区的医院突然大面积倒闭，老百姓看病都没地方去了，这是多可怕的事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第一，
这些中小银行现在就跟要饭的似的，到处抢存款。大家想想，现在谁还会把钱存在小银行？都往大银行逃啊！结果这些中小银行为了拉存款，只能抬高利率。但是高利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成本高啊。第二，这些银行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了。你看看现在的房地产，烂尾楼一大堆，再看看小微企业，一个个都在苦苦挣扎。这些银行以前放出去的钱，现在都变成了呆账死账。第三，科技金融的崛起让这些传统银行更加举步维艰。支付宝、微信支付这些金融科技公司用技术优势抢走了大量业务，传统银行连汤都喝不上了。别看官方说这些银行是整合、是改革，说白了就是在死亡。我给你们算个细账，一家村镇银行注销，少说也得有几十号员工失业，199家银行没了，那就是上万人得重新找工作。这还不算那些间接影响的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可能只是个开始。那些被标记为红区的357家银行，说不定哪天也会突然消失。到时候会有多少储户的钱不知道去向？会有多少员工突然失业？这些问题，官方到现在都没给出一个说法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些倒闭的银行基本都在经济不发达地区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进一步分化，富的地方越来富，穷的地方越来穷。这不正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呀，中小银行的大面积消失，就是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。它告诉我们，中国经济表面上看起来还行，但内里已经千疮百孔了。现在这些问题暴露出来，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老百姓现在要格外当心了。如果你们在小银行有存款，最好及时转移到大银行去。毕竟在这个经济动荡的时期，能少一分风险就少一分风险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别看现在官方说的好听，什么深化金融改革，防范金融风险，但实际上呢，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纸里包不住火，这把火迟早要烧到每个人身上。